她叫千羽喜，曾凭借电影《韩公主》一炮而红，并荣获青龙影后。当年那个被43个男学生轮番侮辱的韩公主，最终选择了远离这个污浊的世界。然而这次她又因丢了一部手机，将自己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。当她看着父亲死在眼前的时候，她没有像韩公主那样懦弱，而是勇敢地举起了枪。也许你会说，不就是丢了一部手机吗？至于说的这么危险吗？你以为这只是电影效果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你的手机比你更了解自己。你是否曾感觉，无意间说起想买某样东西后，手机里的 APP 就会开始给你推荐这样东西？虽然没办法证实，但你肯定怀疑过是手机在窃听你。所以当你的手机丢掉了之后，又恰巧落入到了歹人之手，那么你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。你的人际关系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，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做过的每一件事，都有可能被泄露。届时，你的手机就像一个移动监控，24小时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正片开始。嗨皮了一晚上的小美坐在公交车上睡着了，因为差点错过了站，慌乱中就丢了手机，接着一个人就给捡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这个捡到手机的男人正在吃早饭，小美的手机就来电话了。어제 재밌었나 봐. 아직도 자? 여보세요? 여보세요? 이거 남이 핸드폰 맞는데. 어제 버스에서 주웠어요. 打来的是小美的闺蜜，可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用 AI 语音装成女人呢？得知小美丢了手机后，闺蜜就说要去找小美来认领手机，然后匆忙的挂了电话。可这个男人却拿起小美的手机，尝试输入密码，可试了几次都失败了。最后男人竟直接破坏了手机。另一边，闺蜜来到小美家中时，找了一圈后，竟然在阳台的看台下发现了小美，闺蜜吓坏了，还以为小美出事了呢。好在她只是喝多了。回到屋里后，小美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。这时闺蜜才将事情告诉她。可当小美联系上对方后，对方却表示不小心将手机摔坏了，还好心的给放在了附近的一个维修店，费用也已经付过了，让她去维修店里取手机。很快小美就根据地址找了过去，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维修店门口，门上还贴着疫情还未结束，请佩戴口罩入内。小美进来后就看到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人，可她不知道这个男人其实就是捡到手机的人。男人拿出一张维修申请单让她填，看着上面的开机密码，小美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填了上去。接着男人就开始修理手机，男人的操作很熟练，没多久手机就修好了。小美看着焕然一新的手机，一路小跑的就离开了。殊不知自己的手机已经被植入了病毒，而她的手机就像一个移动监控一样，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摄像头成为了眼睛，听筒成为了耳朵，小美的一切都被那个男人掌控，甚至男人复刻了她的手机。小美在手机上的所有操作也都被男人尽收眼底。这个男人叫小帅，看似斯文，实则是一个变态杀人魔。在这之前，已经有7个人死在了他手上，而小美就是那不幸的第8个。这个女孩到死都没想到，自己只是丢了部手机就被歹人抛尸荒野。警察们看着眼前的尸体，不禁感叹凶手真的是太残忍了。女尸不仅被破坏的面目全非，就连指纹也被清除。一时间，警方连尸体的身份都无法确认，更何况去抓凶手了。更震惊的是，对现场附近进行搜索后，警方又陆续发现了6具不同性别的尸体，同样无法确认身份。警方只在现场附近发现了一瓶树木营养液。组长大山看到后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接着他便四处查看起来，可一个挂着名字的树，直接让他亚麻呆住了。这棵树是他小时候陪儿子一起种的，树下还发现了当时遗留的营养液。难道案子和自己的儿子有关吗？还是这一切都纯属偶然？带着疑问，大山找到了前妻家中。原来他早就和妻子离了婚，儿子也被判给了妻子。因为忙于工作，他一直都没怎么和儿子联系过。再后来就联系不上了，他甚至怀疑过儿子已经失踪了。于是趁着前妻在睡觉，偷偷查看了前妻的手机，这才知道前妻一直都和儿子有联系，但貌似也很久没见面了。根据2人的邮寄地址，大山偷偷找到了儿子的家中，意外的发现儿子真的可能和案件有关，因为他在房子里发现了一个本子，上面记录了一个叫翠花的女人的信息，连对方的朋友、家人、地址，甚至是兴趣爱好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收到了信息，对方不仅叫他爸爸，还发来了一张此时他的照片。大山立马出来查看，一路被引到了一个天台上，可只在这里发现了一部手机。等他再回去的时候，现场已经被破坏了。而另一边，女孩小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小帅盯上了，手机被植入了病毒，她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。通过手机，小帅了解到了她的一切，而他最终的目的可想而知。但是在动手前，他要先清除掉一些障碍。他首先来到小美家的咖啡店，利用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和小美套近乎，让她放松警惕。可是后，小美的父亲却认为小帅是故意接近她，一定没安什么好心。小美非常的不理解，还因此和父亲闹得很不愉快。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小帅尽收眼底。看来小美的父亲就是她的第一障碍。可奇怪的是，小美刚回到家，闺蜜就过来了，还说是小美让她来的。小美无奈的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还真是个机灵鬼，明明是你和妈妈吵架了。”
才投奔到我这里的吧？就在两人闲聊的时候，小美的手机忽然又亮了起来，接着小帅的父亲就收到了女儿的信息。小帅假装成小美，为刚才的事情给父亲道歉。两人闲聊了几句后，对方就发来了一条链接，看着弹出的风险提示，父亲犹豫了，但女儿却让他无视风险安装，还说明天再告诉他用途。于是这下父亲也完全被小帅监视了，而且没多久，他就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快递，正准备打开看看呢，身后就出现了一个人影。原来刚才那个链接的主要用途就是定位。另一边，完全不知情的小美和闺蜜嬉戏打闹了一番后就睡觉了，可没一会儿，手机却又再次亮了起来。第二天醒来，小美拿起手机的那一刻就蒙圈了，老板竟打来了几十个电话，时间也已经是10点多了。她不明白今天的闹钟为什么没有响，匆忙的往公司赶去。可在出租车上，她竟又发现自己半夜的时候竟在群里炮轰同事和老板，甚至还发朋友圈诋毁公司的产品。来到公司后，同事们都恶狠狠地盯着她，她急忙解释自己受到了黑客攻击，可谁又会信呢？因为小美的一个朋友圈，他们都要失业了，公司也即将倒闭，老板更是气得直接把她轰出了门。小美非常的无助，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在她还有一个闺蜜，两人一起去报了警，可因刚删掉了朋友圈，没有证据，警方并没有受理。而此时父亲又发来信息说今天休息一天，所以两人就来到了父亲的咖啡馆。这时小帅又出现了，听了小美的遭遇后，急忙说自己可以帮她检查一下，因为自己就是某公司的技术人员。装模作样的检查一番后，他告诉小美手机是被人植入了病毒，但具体情况还要回去分析一下才能确认。临走时他又谎称问路把小美叫了出来，然后告诉她这个病毒没办法远程安装，所以肯定是有人拿过她的手机，还有意无意的问小美昨晚是一个人住吗？很明显她是在暗指闺蜜。回去后，小美就质问起了闺蜜，而且任凭闺蜜怎么解释，她都不肯相信，因为昨晚只有闺蜜有机会碰她的手机，加上闺蜜还非要说是自己叫她来的，可她明明就没有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小帅安排的。看着闺蜜和小美彻底决裂，躲在暗处的小帅也随之露出了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。而此时的小美也非常的难过，气得直接摔碎了手机。就是这一摔，让她想起了修手机的事情，于是她就再次找到了那家维修店。可此时维修店已经被打砸得破烂不堪。警方在树林里连续发现了7具尸体，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，警察大山竟发现凶手可能是自己的儿子。可找到儿子的手机维修店后，这里已经被砸得破烂不堪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根据客户的记录来看，整个店铺只有8名顾客，所以他们推断并不是客户主动来的，而是被小帅引来这里的。后来他又发现自己被盯上了，所以就破坏现场跑路了。但警方明明只发现了7具尸体，为什么有8个客户的资料呢？就在这时，小美带着警察找上了门。一番沟通后，小美得知修手机的男人就是害她众叛亲离的那个人。大山也知道了小美就是那第8个目标，看着维修店的营业执照，小美知道了男人的名字。至此她才意识到那个害她的人就是最近接近她的小帅，于是就主动提出自己将小帅约到家中，让大山他们埋伏抓捕。大山不顾同事的阻拦答应了，因为他想亲手抓住儿子，所以也没有告诉小美小帅是一个怎样的危险人物。或许他还是对儿子抱有一丝希望吧。可当小美成功引来小帅后，大山却发现此人并不是自己的儿子，还以为认错人了，就又给放走了。殊不知他们彻底打草惊蛇了。小美也收到了小帅的信息，说临时有事改天再过来。大山他们建议小美换个手机，好在家里还有个备用机，但这里也不安全了。小美自然就想到了父亲，于是大山就将她送去了父亲家。临走时还交代小美有事就给她发个短信，没事最好也报个平安。可能是被监听怕了，这次小美多了个心眼，接过名片写了点什么给大山看。小美来到父亲家里后，却发现父亲已经睡着了，于是就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准备给闺蜜发个短信道歉。可忽然小帅又发来了短信，还说知道她换了手机。小美吓坏了，急忙跑到父亲的房间，可掀开被子一看，父亲并不在这里。她立马就要给大山打电话求助，可刚输入上的号码竟莫名其妙的又被删除了，手机也开始自动拍照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小帅曾潜入到他的家里，恰巧还发现了这个备用机，那植入病毒是肯定的了。这时客厅里又传来了当初他和父亲在车里争吵的对话，出来一看，小帅正拿着手机播放那天的视频。小美就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，父亲又在哪里？可小帅却不慌不忙，说开始前你先给那个警察发个信息，不是说好的要报平安吗？小美无奈照做，还偷偷的将大山的名片给扔到了角落。接着小美拿着个棒槌质问小帅父亲到底在哪，可小帅却拿出了父亲被绑着的视频给他看，接着又不慌不忙的说要上个洗手间。小美冷静了一会儿后也不怂了，咬咬牙又换了个钢毛，准备偷袭小帅。可在洗手间门口等了很久也不见他出来，于是就透过门缝向里看去，结果就看到小帅正拿着一把刀对着父亲，而父亲则被捆在浴缸里生死未卜。小美放下钢毛求饶，可小帅却扔给他一卷胶带，让他把自己绑起来。小美只得照做，将小美捆好后，他又说要和小美玩个游戏，从现在起如果24小时内没有人联系他，就把他给杀了。小美说可以，但是要先放了父亲。可谁知小帅却又说很可惜，你父亲也参与了游戏，
气，而且24小时已过，并没有人联系他。说着就开始放水，准备淹死父亲。小美见状拼命的哭着求饶，没想到小帅真的关上了水龙头，可下一秒就对小美说：“你24小时都没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，现在又表现得这么关心，那如果由你亲手杀死父亲，游戏是不是会更有趣？”说着就把小美也给扔进了浴缸，水位瞬间淹没了父亲的口鼻。小美拼命的挣扎也无济于事，小帅则拿起手机拍照留念。最后小美也慢慢沉入了水中，小帅则若无其事的走出洗手间，还将照片设成了壁纸，看来是又完结了一次猎杀，开始要准备下一个了。忽然他捡起了地上被揉成一团的名片，一看直接当场傻眼了。原来小美和大山的暗号是：有事打电话，没事不联系，就是不会发短信。小帅惊恐地望向窗外，发现警察已经来到了院子里，但等那个警察进来时，却没有发现小帅的身影。殊不知小帅已经出现在身后，就在他准备偷袭的时候，一把枪顶在了他的脑袋上。原来是大山，可看到是刚才被放走的那个小子后，大山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一顿胖揍。而同事来到卫生间里救人，小美暂无大碍，可父亲却好像已经救不回来了。而外面的大山靠上小帅后，质问他自己的儿子在哪里，可谁知小帅竟喊起了爸爸，还说都是大山害他变成现在这样的。那一刻大山相信了，眼里闪烁着泪花。可忽然小帅又说，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杀得了人，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的身份。原来他杀的第一个人就是大山的儿子，后来就顶替了他的身份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还一直用手机和母亲联系着。听到这里，大山再也忍不了了，拿出枪就要干掉小帅。可身为警察的理智让他下不去手。可此时小美却缓缓走了出来，然后举起了一把枪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小美看到父亲已经就不活了，就偷偷拿走了警察的枪。不过还好，他只是打在了小帅的身上。大山立马就叫了救护车，而惊慌中的小美又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声音，回过头一看，父亲真的又被救活了。父女俩也痛哭的抱在了一起。影片的最后，小帅没有死，而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而小美也在大山的帮助下没有受到惩罚，和父亲一起继续经营着咖啡馆。